今日蓝忘机去郊区工地视察，时至中午，工地负责人却快急白了头。只因此地荒郊野岭，附近并无餐馆，可要让蓝氏家族的嫡系公子与工人一起吃盒饭，却也不太妥当。本来今日负责人特地请了个厨子来给蓝总做一顿午饭，可到了做饭的时候，那厨子却突发胃病，被送去了医院。负责人想来想去，最终掏出手机，试图从城区叫个外卖，可目的地太偏远，迟迟没有人肯接单。一边的绘图师道：“总工也不用太担心，蓝总看起来冷了些，但其实还算宽和，估计不会为了顿午饭苛责你的。”负责人等着外卖员接单，依旧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蓝总是不会苛责我们，可是蓝总有洁癖，盒饭他肯定不碰，到时候估计是要一直饿着的。1米8几的小伙子，饿一天可不好。此时，负责人的手机铃响了起来。负责人接了电话，是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的声音：“你好，我朋友是外卖小哥，但他临时有事，送不了单。我现在正好空闲，如果你不介意，我可以送这一单。”负责人闻言大喜：“这当然可以，那就麻烦你了。”此时，蓝忘机的助理已经来问了：“总工，蓝总的午饭可有安排好了？”“哎呦，怕是得再等1个多小时，厨子临时生病回去了。我这边刚刚叫人从城区云参阁带了饭菜过来。”助理蹙了蹙眉，点头道：“云参阁是蓝家的产业，我打电话催一催。”40分钟后，魏英在工地门口把摩托车停稳。此时助理和负责人已经在这立着了。魏英回想着送外卖人的口吻道：“祝您用餐愉快。”负责人第一次见骑着500多万摩托车送外卖的人，不禁有些啧舌。接过外卖：“劳烦你跑一趟了。”魏英笑得明媚：“不劳烦，不劳烦，快送去给他吃午饭吧。”刚要转身离开，魏英却被蓝忘机的助理叫住：“魏同学，你还记得我吗？”魏英转身仔细打量一番，又想起今日来工地视察的人是谁，便笑着道：“刚刚倒没认出来，原来是蓝总身边的人。”秦助理一笑：“蓝总也好久没见到您了，这次您送了许多菜，不如进去和蓝总一起进去用个午饭。”魏英犹豫许久，明知这助理可能只是客套一下，却终究还是没有抵挡助见蓝湛一面的冲动。“这方便吗？”秦助理笑了笑：“这就是同意了，当然方便。我想蓝总也很想见到您的。”魏英微微垂头：“蓝湛也想见到他吗？”蓝忘机进了临时的办公室，此时刚刚摘下安全帽，头发有些汗湿。蓝忘机靠在沙发上，闭目养神，等着自己的午饭。此时秦助理敲门进来，把蓝湛的饭菜摆好。蓝湛睁开眼睛，看到桌上的2副碗筷，疑惑道：“你多摆的碗筷是？”秦助理道：“魏同学今天送了个外卖，正好送的是您的午饭，我就把他叫来和蓝总一起用餐了。没有事先询问蓝总的意思，希望蓝总不要怪罪。”蓝湛迟疑良久，清冷的声音里含着丝难以置信：“魏英。”秦助理打量着上司的表情，点头道：“是，魏英魏同学。”魏英把摩托车安置好，快到蓝湛办公室前时，就差同手同脚了。总工笑他：“蓝总看起来是冷了些，但人还是很好的，魏同学不要紧张。”魏英打哈哈：“不紧张，不紧张。”办公室传来敲门声，蓝湛整理好衣服和头发，稍稍静默：“请进。”于是蓝湛就看到了这个20刚出头的少年，2年多没见，魏英身形愈发纤长，眉眼也张开了些，就是看起来有点畏畏缩缩的，似乎不比以前阳光自信了。魏英心里十分紧张，在见到蓝湛那一秒就更紧张了，行动间有些畏缩僵硬。“蓝学长。”蓝湛稍稍蹙眉，浅淡的眸子看着魏英道：“魏英，好久不见，坐，吃饭。”魏英向来天不怕地不怕，此时难得拘谨地坐下，悄悄打量着2年多未见的学长：“谢谢蓝学长款待。”蓝湛稍稍犹豫：“我听秦助理说，是你给我送的外卖。”魏英看着芝兰玉树的学长，越看越喜欢：“哦，是的，碰巧遇上了，就给学长送来了。你今年快毕业了吧？”魏英知道蓝忘机一向话少，不主动与人交谈，此时蓝忘机主动问自己的事，魏英受宠若惊，赶紧回答道：“是，马上就毕业了。”“你勤工俭学固然可以，但大4正该忙着实习，你用这些时间送外卖不太妥当。”
蓝湛很疑惑，魏婴一向是学院里的天才学生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困境才让魏婴不去大公司实习，而选择了送外卖，甚至被这困境逼迫到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。魏婴闻言也很疑惑，随即反应过来，一时哭笑不得。蓝湛竟然以为他家境困难，不得已去送了外卖。蓝湛见魏婴不说话，继续踟蹰着道：“魏婴，你的才华不应该蹉跎在困境里，有什么困难你可以和我说，我看看能不能帮你。”几年不见，蓝湛却如此关心他，魏婴高兴的甚至想起来蹦一蹦，但还是解释道：“学长，谢谢你关心我，不过我没遇到什么困境，你不必担心。”蓝湛见魏婴不肯接受他的帮助，蹙了蹙眉，又换了种说辞：“魏婴，来蓝氏做我的助理吧，管理学院的才子不应埋没了。”魏婴刚想解释，却突然想到，若是答应了，就能一直待在蓝忘机身边了，不禁有些心动。少年多争义气，蓝湛怕伤了魏婴的自尊心，又补充道：“最近我身边少了一个助理，导致我今天中午只能吃外卖，你若来我身边实习，我也方便些。”魏婴最后还是没禁住诱惑，用手遮住裤子上的名牌 logo， 眼睛一弯：“那就多谢学长了，你我之间不必言谢。”秦助理不知道为何两人吃了个饭，自己就多了一个骑着500多万摩托送外卖的同事，不禁狐疑地打量了一眼魏同学。只要不在蓝湛面前，魏婴一贯自信开朗，伸出手对秦助理道：“前辈多多关照。”秦助理面上微笑如风，伸手回握魏婴的手，心里却已经有了数个猜测。猜测一：魏同学是个小妖精，勾引了蓝总，蓝总乖乖就范。猜测二：蓝总思念了魏同学几年，今天见了魏同学忍不住出手了。猜测三：两人多年未见，互诉衷肠，最终两人勾搭在一起了。#44。不过无论是哪种猜测，都是建立在蓝总这2年一直念念不忘魏同学这个基础上的，不然今日他也不敢不问蓝总意见，就把魏同学带进来一起吃饭呀。下划线，晚上，金子轩约了魏婴在 WX 酒吧见面。魏婴不用想，也知道是姐姐江燕离不放心他，所以派遣了金子轩来旁敲侧击。可江燕离却忘了，金子轩这货是只骄傲的金孔雀，并不掌握旁敲侧击这门技能，向来习惯有话直说。魏婴低头晃动着酒杯，等着金子轩发问。金子轩盯着魏婴道：“江城说你今日本来与他约了下午一起回学校听讲座，可中午你俩在云深阁吃了个饭，你就跑得不见人影了。”魏婴闷闷道：“我告诉你金孔雀，别以为你1个月前成了我姐夫，你就可以质问我了。